小姐竟被逼跟娃娃亲相见，可她生性叛逆，刚刚灵机一动，准备翻墙逃离。这一幕被张启用相机抓拍下来，原来此人竟是父亲提过的娃娃亲，便毫不客气地表达内心的想法。你不是那谁吗？我是那谁。像你这种连婚姻的事都要别人包办，简直愚不可及。还嫌弃张启做飞行员有勇无谋，谁知他一点都不生气，反而淡定地回怼：愚不可及是夸一个人懂处世之道。孟家这样的书香门第，他们家小姐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。所以这位趴着在墙头的小姐，一定不是孟家的孟海棠小姐。此时孟海棠被对得哑口无言，竟打死不承认她就是孟海棠。然而张启继续逗她，更应该早点下来，免得被人当成是翻墙行窃的小贼。当他转身打算离开，却被孟海棠叫住：那谁，我有名字，我叫张启。原来他卡在墙上下不来，于是张启让他直接跳，下一秒稳稳地将孟海棠抱在怀里。Oh baby， 请你留在我身边，你如星我如月，你闪亮我皎洁，夜空下是我们万般添配的画面，你如雾我如烟，你婆娑我撇线，我们如影随形 anytime anywhere。 Oh baby， 请你留在我身边，你如星我如月，你闪亮我皎洁，夜空下是我们万般添配的画面，你如雾我如烟，你婆娑我撇线。当孟海棠想帮张启取下头发上的花瓣，竟被他下意识地抓住手，随后便又开玩笑：刚才不也是海棠落我身上的？果然是轻浮公子哥。谁知孟海棠点出张启弃学从军，但他父亲主张教育救国，所以让他打消两个人交往的想法。可张启有自个想法，并坦诚相告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将共凭栏尽风云，莫作神州绣手人。其实他此行主要想在富华大学招飞行员，恰好孟伯父是学校的秘书长，本来打算请他帮忙，没想到遭到孟伯父的拒绝，便将复兴号试飞的请帖交给他。但这个活动孟伯父是会准时参加的。晚上妹妹告诉孟海棠，母说找大师算过，说你以后的夫婿是个身上带着海棠花的，还说这婚事得益于9天之力，结缘于天上呢。气得他连连拒绝，甚至扬言再逼他就出家当尼姑。另一边张启被队友问娃娃亲见面如何，却被他敷衍的告知相片还没出来，竟被队友嫌弃避重就轻。他虽然喜欢孟海棠，但是却不打算继续交往。只见队员对招不到飞行员发愁，但张启却一脸轻松。原来他有一朋友在报社当主编，可帮他在报纸上刊登招飞信息，没想到代价是复兴号的试飞员换成他，即将起飞奔赴战场。不料千金小姐大声地向他表白：张启，我喜欢你，如果你也喜欢我，你就挥挥手，等你回来，我就嫁给你。本以为男人想挥手给人，然而手举到一半，却故意假装听不到。你说什么？赶紧离开杭州！可眼下战事一触即发，他没办法给孟海棠承诺。眼看心爱之人启动飞机，迟迟没有等到答复，他心里难免有些失落。没想到其他队员心领神会，竟代替张启表达爱意。他喜欢你，孟海棠，我们都喜欢你。此时父母焦急地等待他们。当他们马上要登火车时，突然海棠听到有人喊：我们的飞机掉下来了！下一秒他急忙跳下火车，还紧张地向路人打听刚刚掉下来飞机的编号。原来他担心张启的安危，谁知他俩因此错过了火车，因此与家人失散。随后遭遇敌人的狂轰乱炸，而张启为了给撤退争取时间，跟队友一起死死地拖住敌人。眼看队友一个个接连牺牲，万万没想到他们飞机没油，无奈之下被迫紧急降落。还好张启降落成功，但他们却降落在前沿阵地。于是张启想赶紧带他离开，可二哥的腿被摔断，没想到一小队日军追过来，危急时刻张启迅速击毙他们，随后要求张启独自离开。原来身负重伤的二哥不想拖累他，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但张启不肯放弃，两人争执起来。可是我是你队长，我不可能丢下你，要么死2个，要么死1个，你选。我不选，我就要带你走。无奈之下，二哥掏出硬币，两个人约定谁赢了谁留下。二哥又选择了航空救援，结果他又赢了，而且将硬币送给了张启。他只能忍痛离开。当听到枪声，转身看到二哥牺牲，强忍悲痛跳进河里逃离。没想到被追来的敌人从背后击中。刚刚念桥给海棠送来张启的遗书，却没有透露关于他的下落。海棠小姐，见字如晤。当你看到此信，我已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你坐在海棠树枝叶笼罩的墙头上，望着我的样子，刻在我的生命里。我会一直放在东阳酒上面，当导航塔。那张照片
一直放在我的战机上。我曾希望它是我此生着陆时的导航塔，但当战争的火焰吞噬了我的战机，也吞噬了那张照片的一刻，我想，好在伴随着我和战机一起进入火海的，只是这张照片，而不是你，海棠。让我带着战火、灾难、一切的黑暗，只留下最美好的，全都给你。请替我活下去。我只希望你能记得此生曾遇到过我这样的一个人。张启柳字。原来张启幸运的活下来，却因为担心随时有可能牺牲，不想成为他的负担，而且认为时间久了就会忘了他。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却为了心爱的男人请人叫她煲鸡汤。不料母亲给海棠挖坑，竟故意打算试探她。张启那孩子呀，从小就喜欢他妈炖的那个广东的煲汤。他妈那时候喜欢往汤里面加醋，而且呀，加的越酸越好。可海棠傻傻的并不知情，于是咣咣的往锅里倒醋。母亲见计谋得逞，特别开心。怎么样，姜还是老辣吧？当他抱着一锅汤来看望张启，谁知队员的眼神不自觉看向窗外，于是海棠也看向窗外，正好撞见张启跟其他女孩亲密接触。此时他内心很不爽，便直接将汤分给大家。本来二哥要等队长回来一块喝，不成想被他拒绝。不用，这是我炖给你们的，不用等他，快喝吧。可一口下去，味道真的一言难尽，还要口是心非的说好喝。谁知张启回来便闻到一股醋味，队员告诉海棠给他炖了汤，竟开心的问他人呢？走了，看着你跟珍珠少爷亲近，估计找地方哭鼻子去了。龙珍珠啊，那是我哥们儿。喝下汤，他的五官直接变形，但却嘴硬说汤好喝。二哥故意整他，又盛了一碗汤，没想到张启直接恶心的跑开。这天男人将收到的信打开，本以为是爱慕者写的情书，不曾想根本看不懂信上的字。谁知他转念一想，瞬间明白，随即内心暗自开心，误以为是孟海棠对他的挂念，便偷偷一个人躲起来给他回信。不料二哥突然出现，悄悄地看他给谁写信。由于他过于专心，竟被二哥吓了一跳。就在这时，二哥竟然拿张启开玩笑，像他这样不看信不回信的人，到底是谁能让他这样上心？而且回信还认真的打草稿。只见张启不服气，立马对回去，笑二哥每次回信都像老太太的裹脚布，又丑又长，吓得都没有人敢给他写信。其实二哥明白张启的小心思，便故意将收到信递给他。咱们队上一人一封，写了个密码似的。此时张启不由得大吃一惊，二哥提醒他可以看看信封里的字，瞬间觉得自作多情，立马心里的醋坛被打翻，心情失望到了极点，就连信也不写了。第二天张启重感冒病了，没想到他竟挣扎着想要去上课，但被队友强逼休息，由他们代替去给孩子们上课。刚刚孟海棠看到二哥他们很开心，好奇张启怎么没有来。当听说他生病后，又非常担心，于是向二哥打听张启的病情。当听说他发烧时，立马着急想去看望他。谁知二哥故意问孟海棠：“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？”此时孟海棠好奇他为什么会心情不好，其实就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便给海棠讲了个故事。队长生平第一次给一个女孩写信，但是呢，他发现这个女孩给中队每一个人写了同样的一封信，所以他有点不太开心。不料孟海棠后知后觉，发现二哥说那个人就是他。只见他故意逗海棠：“是你啊？那你为什么要给中队每个人写同样的信？”我那是想鼓励大家。此时他才明白，原来张启是吃错了。小气。殊不知二哥故意说张启想喝汤，人找到西山号，却发现只剩一堆残骸。然而女孩不能接受男人牺牲的事实。不会死，海棠，你告诉我，破山是不是没有死？他是不是没有死？破山他一定还在家里等我，他已经回去了，他还要娶我呢。我要去找他。可孟海棠想上前安慰，没想到被他无情的拒绝。你们都别拦着我，我要跟破山单独在一起。元英坐在两人专属的秋千上，刚刚拿出婚戒，独自完成两人的婚礼，眼前竟然幻想着破山冲他招手，于是拿起他送的防身用的身枪，随后毅然决然的自杀殉情。这天男人带着伴郎团来接新娘，不料竟被伴娘团关在门外。谁知伴娘团故意嚷嚷着：“不开，红包拿来！”只见他从张启那接过红包，便迫不及待的想给他们。还有门缝啊，不然我怎么给你？我顶住，来，都来！没想到他们想破门而入，但门又被伴娘团合力关上。奇怪的是，还要给第二次红包。原来按习俗，新娘得3请，这样才显得新郎有诚意。没想到第3个红包还没要。就在这时，传来了日军空袭的预警，瞬间婚礼被迫停止。糟了，是防空警报！张启带领飞行员准备归队，告知曾破山留下疏散人群，可被他严词拒绝，坚持要参加这次飞行任务，因为他是西山号长机，两个人都想说服对方。
破山。不曾想元英哭着打开房门，随后一把抱住他。曾破山连忙安慰元英：“你先找地方躲起来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此时他心中纵有万般不舍，也只能放手让他离开。张启叮嘱海棠安排大家撤离，所有人拿着自己必要的东西，马上撤离到皇宫洞，快！说罢便同大家赶赴机场。此时张启被兄弟二人阻止参战，随后念乔将他打晕，交给东来好好照顾。但醒来的张启偏偏不听劝。当他赶到机场，兄弟俩刚起飞，连忙带着大家去塔台指挥。刚刚曾念乔击落一架飞机，瞬间鼓舞大家作战的士气。随后曾破山驾驶的西山号又击落一架敌机，就连教育长都连连称赞破山可以。刚刚西山号竟遭到日军战机惨追击，万万没想到西山号被击中油箱。危急关头，张启命令他弃机跳伞。但眼前就是富华校园，为了保护校园的师生，曾破山错过了跳伞的最佳时机。与此同时，元英忐忑不安，牵挂着他。元英，对不起。结果曾破山驾驶着西山号坠毁。这时念乔在校园废墟中找到父亲，突然跪在父亲面前，但他并不知真相，还开玩笑说他还没死。快去，咱们赶快回去，要不破山婚礼耽误时辰不吉利。父亲，破山。当他告知弟弟牺牲，瞬间父亲晕了过去。同时张琪也在焦急寻找海棠。当他看到昏迷的海棠，竟误以为他炮弹击中，顿时伤心欲绝。此时他内心太害怕失去他。就在这时，海棠竟咳嗽起来，紧接着他转悲为喜，连忙询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幸亏失而复得，让他再次紧紧地抱住海棠。为了给撤离争取时间，竟出面进行中日文化交流。可在他高然的演讲下，最终唤起所有师生的爱国之心。我凌问岳，生于兰陵，葬于中国，我无惧死。我孟海棠生于北平，葬于中国，我不惧死。不料日本人恼羞成怒，竟将林教授扣押带走。没想到日本学者骗孟无染交出武丁甲，可他装傻不知情，并没有上当。但日本学者拿林教授安危威胁他，让他在1天之内找到甲片，并要求在正阳门下交换。殊不知第2天孟无染带着武丁甲如约来到正阳门下。更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张琪已提前埋伏在古董店，伺机暗中保护他们逃离。但其他人并不知道，只见日本人将林教授带来，随后孟无染跟日本人提要求，让他们一手交人一手交火。不料日本学者提出要先验火，顿时孟无染紧张地看一眼林教授，只见日本人取出武丁甲，不仅仔细查看端详，而且还将它放在鼻子上闻闻，然后跟日本军人用鸟语沟通起来。原来他买通金教授的助理，所以他有2张真品的彩色照片。但这世上见过真武丁甲的也只有金教授，因此从表面上判断这个甲壳要么是真的，要么也是见过真品的人做的赝品。由于他了解林教授的为人，从来不说假话，便让他确认这块武丁甲是真是假。林教授对着阳光再次确认，随后又将武丁甲交给日本人。殊不知日本人竟拿枪指着逼他，甚至拿孟无染的命威胁林教授。刚好一只鸽子飞到他跟前，拿起鸽子竟发现他脚上的甲骨文，原来这是金教授生前给他留的线索，瞬间豁然开朗。星帅西，昼星西沉，旭日初升，竟探讨起见解，试图说服日本学者，这可把孟无染给急坏了。当日本学者再次追问武丁甲的真假，不曾想林教授仍然坚持了原则底线。那我就讲一句真话，你手上的甲片是假的。结果竟把孟无染气笑了，下定决心与林教授一同赴死。咱俩不是同月同日生，今天我孟无染就陪着你同月同日死，你做你的真国事，我陪你。没想到这个举动反而救了他们的命。不料日本学者生性多疑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国事，哎呀，听起来很感人呐。我不相信有所谓真正的国事，惜命才是人之常理，所以我相信你说的话。这诈骗一定是真的。不久之前，孟无染求曾教授带着家属撤离到杭州，不曾想孟海棠却不肯走。原来他知道父亲根本没有武丁甲，想要留下来帮父亲一起面对。没想到他将一块赝品递给他，谁知父亲震惊询问从哪来的，原来是之前林教授给他做的。最终父亲拗不过同意他留下。刚刚张启远远地看到孟家父女，只见他们来到古玩店，请老板帮忙将甲壳做旧。没想到老板竟坐地起价，而且还猜到他是为了林教授。张启在楼上看到老板的无耻行径，但孟无染猜不上老板的套路，他假装不管林教授死活，而是为了挣点逃难的路费。此时老板见拿捏不住，便同意晚上11点交货。没想到老板上楼就被打晕，只见张启一杯水就将他泼醒。谁知老板误会遇到劫财的，只见他假装成日本人，让老板将武丁甲拿给他。
便告诉他做旧后挣钱会分他一半。不料张启竟拿刀威胁他，老板立马心领神会，改口说五丁甲是真的，随后还拿出报纸上的图样给他看。此时张启才知道金教授交给他是一块真的五丁甲，而且那块五丁甲上还有红色的朱砂。孟无染为了救林教授，把房契抵给老板，没想到店铺老板推辞不要。此时他并不知道张启在背后帮了他。不是老板，你怎么涂猪了？但当孟海棠打开红色信纸，瞬间明了，竟然不让她嫁给娃娃亲。不料女孩开心蹦起来。妈，你这样，我能吃能算，以后我养你。坐下，躺下，躺下快！每次你都说我宠孩子们，你看他这一胡闹都是你惯的。谁知父亲掏出一张红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孟海棠，你得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不久之前，弟弟还问海棠包里装了什么，没想到他故意卖关子不说，原来他们是来看复兴号试飞。弟弟用望远镜看到飞行员很开心，不料他一把夺过望远镜，竟然意外发现是张启。可弟弟很喜欢飞行员，飞行员多英勇，换我就嫁他得了。刚刚主持人邀请现场观众参与试飞，没想到孟海棠踊跃参加，殊不知父亲直接猛逼，我愿意以宋庆龄先生为榜样参加试飞，竟被气得用拐杖捶地。随后孟海棠被送往机场，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，命中注定的两个人再次相遇。只见他落落大方地介绍自己，我叫孟海棠。不料张启是懂阴阳的，孟小姐，初次见面，你真要跟我上天？但海棠也不甘示弱回怼。怎么，你不敢飞了？谁知他警告海棠国产飞机性能不稳，如果出现意外，两个人会一起死。不料海棠却笑而不答，但张启继续想说服他放弃，可孟海棠嫌他啰嗦，到底飞不飞了？结果张启提前给他打预防针。其实海棠此刻内心是紧张的，只见他示意做出安全起飞的手势，没想到海棠吓得不敢睁开眼睛。不料张启开导他，你不白做那10万分之一飞在天上的中国人了？这才慢慢睁开眼睛，感叹太高了。谁知张启故意直接把飞机升高，吓得孟海棠大叫，没想到他却在暗自偷笑。谁知他慢慢适应，放开双手，感受此刻在空中自由飞翔，趁机将包内红色纸洒向空中。谁知张启偷偷的抓了一张，但父亲看了气得将纸拍在桌上。刚刚张启奇怪飞机这么快没有，但怕海棠担心，便没有告诉他，于是立即决定返航。就在这时，万万没想到遇到风切变天气，此时飞机处于失控状态，危急关头告诉海棠他们要迫降，并指导他双手抱腿，头要贴在膝盖上。刚刚海棠害怕询问会不会死，不料张启大声安慰他不会。万幸的是迫降成功，下一秒查看海棠的安危，没想到这种情况张启还调侃，还好人没事，但被海棠嫌弃技术差。紧接着他背着飞机和海棠徐徐前行，可他心疼张启便问，你累不累啊？要不要我来帮你？没想到他又调侃海棠，有你这么一个千金小姐，重量果然不一样。气得他直接怼回去，自己体能差还怪别人重。不曾想却提醒了张启，立马停下来。原来他也察觉到重量不对，随后掏出手枪，还细心的让海棠捂住耳朵。原来给二哥发信号就可以找到他们。没想到他在飞机夹缝找出龟壳，不料海棠一眼认出是刻字龟甲，可这是安阳的文物，令人意想不到会出现在飞机上。但张启不让他声张。此时二哥让他们坐车回去，但被他拒绝了，坚持要有始有终，直到最后一段滑行入稳。随后对二哥交代飞机有问题，除了他之外不能有外人靠近。于是海棠也拒绝去医院，坚持陪张启完成飞行。当孟无染看到女儿安全回来，终于放心的笑了，没想到瞬间就变脸生气。两人一起接受采访，但海棠头晕，强打精神。当记者采访孟海棠的感受，没想到他却当场晕过去。刚刚海棠在医院醒来，随后将张启抱他的报纸扔给他，不料母亲建议两人立即完婚，竟被父女俩异口同声的拒绝。没想到父亲将他撒出的红纸扔到床上，原来这是他的自由宣言，控诉父亲独断专行，给他改了志愿。这手帕谁的呀？是逼我嫁人，我就剃头当尼姑。最要紧的是不能是军人。可弟弟不信，断定他舍不得一头秀发。没想到脑海里出现张启抱他的画面，不料一会儿他又清醒，甚至有些懊恼怎么会想到他，便说了跟张启相反的样子。殊不知又回忆起张启故意逗他，你这有朵海棠花，刚才不也是海棠落我身上的吗？竟要求对方说话不能太轻浮，而且不能像张启一样爱命令人。没想到他像见鬼了一样，不料张启正朝着他的方向走，但他却回避，假装没有看到。随后又偷偷看回去，却发现他去曾教授家了。还没进门就听到老师自言自语，有愚蠢。此时老师正沉浸在研究中，所以狄拉克这还是存在的。张启，当他回过神看到张启，先生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要见你，你走，你走，我不要见你。是的。但海棠老师心神不宁地看着曾教授家，弟弟察觉他的异样，谁知他竟说是一只猫刚过去，竟借口给他们买雪糕来转移话题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然而更奇怪的是，竟遇到曾教授，正好在往外赶张启，不料两个人撞个满怀。
还将手里的雪糕全掉在地上。本以为他想借送雪糕由头来见张启，没想到遇到师生两个人闹掰的场面。曾教授刚要关门，情急之下张启竟用手阻拦，生生被门夹伤，吓得海棠大叫，气得曾教授直骂人。紧接着海棠帮他用雪糕裹着毛巾冷敷。曾教授明明很辛苦，却一直大声地骂张启。原来张启是他最得意的学生，本以为他将来会接曾教授的衣钵，没想到张启背着他偷偷从军。其实从军不仅因为师母被日军杀害，而且看到老师伤心生病半个月没下朝，更让他看清当下局势，决定参军。国家被践踏，亲人被屠戮，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？先生，就让我保护你跟破山，也让那些有志护国的青年走出校园吧。虽然老师很快原谅他，但还是坚持罚他去西山拍风景。他承诺明天会去观云亭拍，随后将毛巾还给海棠，开心的走了。刚刚他的一番话让海棠刮目相看，竟直直的看着他离去的方向，就连曾教授跟他说话都没听到，半天才回过神。曾教授瞬间明白海棠喜欢张启，没想到海棠鼓动弟弟去西山玩，不料一群人刚到观云亭，海棠竟立马四处找张启，但没有找到，内心很失落。谁知弟弟发现他不对劲，但并不知道他的小心思，突然发现邻居妹妹不见了，三人便分头上山去找妹妹。不曾想海棠遇到危险掉下山，此时三人在山顶遇到张启，但迟迟没看到海棠身影。就在这时，山崖边传来他的求救声，危急关头，张启立马下山去救他。刚刚海棠感谢张启救命之恩，但又被他调侃：“我只希望下次见你，别费那么大劲儿就好。”随后向大家介绍了张启。此时弟弟恍然大悟，原来你就是我姐的，但被海棠急切的制止：“你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是说，原来他就是那天和你在天上同生共死的人。”闭嘴！为了缓解尴尬，张启询问他们为什么会来西山。弟弟这个大漏手，是孟海棠说要来看西山人吗？不是我。紧接着害羞地看向张启。此时他心知肚明有些小窃喜，但却说上次是非报他的事情可以登报澄清。谁知海棠嘴硬，张启内心的燃起的小火苗又被熄灭。刚刚曾破山表态要考飞行员，不料弟弟也想参军，我也要报考解放。解什么夫啊！气得海棠直瞪弟弟，但张启脸上的笑意快压不住。随后孟海棠提议行个酒令，我先来。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我孟海棠愿与各位以身相知。好。只见张启赶在诗句动荡，凭栏一片风云起，莫作神州袖手人。海棠又回忆起刚认识张启时，他说过同样的话。海棠不仅知道这句话的出处，而且此时深深理解张启的心情。不料海棠趁机提出结盟凭栏七君子，没想到第二天海棠又偶遇到他。张启，